2024年8月，在这个年复一年的夏天，我们公司里面的一组人决定用前所未有的方式，开启一段漫长的旅程，从中国开车去罗马。这次团队大领队是我们公司的亮亮，我们商业组的核心编导。他属于一个比较 E 的人，相比我们那些 I 人男生，他显得要活泼得多得多。同时，他也带上了他手下的实习生浩宇这一位商业组的编导，一起踏上这个旅程。对他来说，这是他第一次出国。将近15000多公里，家用车1年的里程，我们不知道要开多少天车，中途又会发生哪些事？那毋庸置疑，这是一趟超级无敌的大冒险，所以我们事先做了一点准备。2辆理想 L9， 我们的旅行巴士，换上 AT 胎，拿捏公路、越野还有各种路况，拖车绳、工具箱，一旦出发，毫无撤退可言。我们将从中国新疆出发，先入境哈萨克斯坦，继而穿越小半个俄罗斯，正式进入欧洲，而后一路南下，最终抵达我们的目的地罗马。这趟旅程我们会分成3期节目来呈现，并且我们公司的小伙伴们接力来完成。而这一期，我们将一口气走完一半的行程，抵达俄罗斯。我们已经到霍尔果斯口岸了，然后我身后这个就是2018年建成的第6代新国门。就以往我们出国都是飞机咻一下飞过去，不知道什么时候经过了这个国境线，然后今天我们即将自驾一点一点的开出这个国境线，这个感觉就真的很有仪式感。要想去罗马，坐13个小时的飞机就可以抵达，而我们却选择一路驾车前往。我们的目的就是去亲身体验沿途每一个国度的风土人情，顺便拍下一些动人的样片。我们现在每到一个新的国家，第一件事当然是换钱。制片，给我钱。你好凶啊！你要钱能不能温柔一点？我靠！给钱。money。多少？就500。你想要多少钱啊？哦 ，thank you。哇哦，换出来了。花花绿绿，有点像大富翁里的那个钱。然后这边的汇率今天是1:64，所以这边大概是64乘500，3万多。好 ，Let's go， 我们走。据说哈萨克斯坦的物价与国内的乌鲁木齐较为接近，当然具体怎么样还是要去了才知道。我们继续踏上了行程。终于在日落时分，阿拉木图这座哈萨克斯坦曾经的首都出现在我们眼前。1991年，象征着苏联解体的阿拉木图宣言正式在此签订。也正是因为这段历史，阿拉木图至今还留有浓厚的苏联痕迹。一座座兼具超现实主义的俄式塔楼，饱含着沉默力量感的苏式建筑，足以让我们瞥见往昔那个红色帝国的影子。就是因为现在正好是中午了，我们觉得得去炫个饭。我之前查到这边有一个绿巴扎，就绿巴扎就是集市的意思嘛。哦，理想同学，皇女殿下，你说哈萨克斯坦的红灯能右转吗？在哈萨克斯坦，红灯时通常不允许右转。幸亏没转，不然就罚大了。这个叫做绿巴扎的地方已有100多年的历史，这里集齐了中亚各民族的小商小贩，贩卖着当地的特色食物。2万块钱，让我们来看看能在这边买到什么吧。Hello. Hello, how are you? It's pretty good. Where are you from? China. Welcome to Kazakhstan. Thank you. Mango. 我们居然可以直接就被邀请试吃。果浦这边的摊贩大多非常热情，老远就会主动招呼你过去，一瞬间往你手里塞满各种食物，请你试吃，真的很难拒绝他们的热情。You free? I have no hands. Okay. Thank you. 这边的小哥有点太热情了，他把这里所有的都给我们吃了一遍。是的，那我们要不就买一点吧？不买确实不太合适啊。对，I like this one.
太多了，太多了。哥们儿分完太多了。It's enough, and It's okay, yes? oh, it's too Good, much. you too. This mango very good. 4,800 gram. This one money. 16000。是平常心态崩了我。你就猜吧，你就。你不能1万全给人家了吧？好，现在我们带着5000块的预算来逛水果。 How much? This one? 3,500 1 kg。300块，300间隔500克。哦，3500不是350。哦，half kilometer ，OK。是半斤。是半斤。half kilometer。Oh my god, so much. So much. China。 Yeah, China. 那只有3000块了，3000间隔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阿拉木图的果蔬因为部分依赖进口，所以价格较高。相比之下，牛羊肉的价格就会便宜得多。而在绿巴扎的其他区域，我们则能明显感受到不同民族信仰和习俗的混杂。书中曾经这样描述过这里：卖牛羊肉的是鞑靼人，卖马肉的是哈萨克人，只有俄罗斯人才会卖猪肉。他们的祖先是顿河流域的哥萨克、探险家、匪徒。我还看到仍然在卖泡菜的朝鲜女人，只是他们早已忘记了母语。我们很容易不记得来处，血液流浪的习惯会在每一次进食中提醒你，来处就藏在阿拉木图那个巨大的绿色巴扎里。告别阿拉木图，我们继续北上，朝哈俄边境进发。今天是我们出发的第8天，我们终于一路开到了哈萨克斯坦的首都阿斯塔纳。那其实你已经可以看到了，这边就是一个凄风苦雨的状态，就是我们从40多度的杭州来到了30多度的乌鲁木齐，然后最终到了这个只有10几度的阿斯塔纳。太冷了。这里是世界第2冷的首都，仅次于蒙古的乌兰巴托。这里全年只有1个月的夏天，而冬天最低温度能达到-40多度。如今，它被建造成了草原迪拜的模样。而在这漫长的一路上，关于人的奇遇也在不断继续。握手，赶快！哎，你好。从天津过来的？对，天津过来，一路开过来。我们不，这整个把欧洲整个转完了。哦，转完了欧洲了。对，2家人，一辆车，从4月份吧出来玩到现在，非常开心。碰到你们更加开心。在这边还能碰到。同样，我们也遇见了对我们的行程羡慕不已，甚至想立刻背包和我们一起出发的哈国小哥。We drive a car from China to here. Are you crazy? Yeah. Okay. 同时，途中总是充满了意料之外的风景。惊鸿一瞥过后，留给我们的旅途一片灿烂。就是我们看到远处有一条非常耀眼的金色，我们感觉是麦田，然后就准备停下来拍点航拍。结果，当我们的摄影老师飞近了之后，发现是一片超级大的向日葵。这些人和风景的出现，驱散了我们连日来积攒下的疲倦，在变化多端、忽晴忽雨的路上，为我们执掌起漫天晚霞。打开体能训练，打开健身游戏。所以你看，黄女其实是一个很热爱运动的人。当然，就是不记录的话，等于白运动了。我已经沉迷了。嘿，爆杀！
给个机会，给个机会，爆杀！所以说，如果你也有一台理想 L9的话，如果你是这种长途旅行，可以带一个游戏机，就路上真的很可以打发时间。我们从哈俄边境小城彼得罗巴福尔过境，正式进入欧洲大陆。历经一片片乡间田野、繁茂异常的白桦林、童话般的伐木场和一座座小镇木屋，又一路经过叶卡捷琳堡、喀山2座大城市。随着俄罗斯在我们脑海中的形象逐渐丰满立体，最终在一个夜晚，我们抵达了莫斯科。从莫斯科大公国时代开始，到沙皇俄国、苏联，直至今日的俄罗斯联邦，莫斯科一直担任着国家首都。如今，这里的街头依然游人如织，一片祥和。可即便如此，整个俄罗斯是全域禁止无人机航拍的，这真的让我们感到无比遗憾。因为无数雄伟的斯大林式建筑、雕塑还有城堡，仅仅用地面机位去记录，多少缺乏了一些气韵。不过，我们总算是历经20天时间，奔袭7000多公里，抵达了莫斯科的中心地带——红场。我们刚刚停下了车，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在步行到这个红场里面。但其实我们今天有一点不太小幸运，我们进不到红场里面。今天他们这里被拦起来了，你看里面有人戴着红帽子在排练呀，人群都只能在外面围着，进不去的。然后在我们的左边，你可以看到就是俄罗斯著名的圣瓦西里升天大教堂。它这个洋葱顶真的很有名，就是有9个，它每个都是不一样的，好像是每个都代表了一个圣人。就是我现在走到底下就会一个感觉，我觉得它会很好吃。对，因为它整个颜色都是粉嫩嫩的。那个绿色的尖顶就真的很好看，一口咬下去又甜又脆。怎么说？我觉得俄罗斯其实除了运河之外，还是一个很浪漫、很童话的地方。勇敢与彪悍常常是人们对于俄罗斯人的第一印象，但是柔情浪漫、庄重悲怆，也许才是俄罗斯的底色。多年前，一位远赴战场的父亲，年复一年凭借想象，雕刻下了家乡女儿逐渐长大的模样。在这里，地铁站不仅仅是公共场所，还可以是殿堂级别的审美天花板。无论是文学、艺术还是建筑，我们总是能感受到他们独具一格的审美造诣。除此之外，俄罗斯的艺术体操和芭蕾舞也是世界闻名。在莫斯科，大多数女孩从小便会被父母送去学习艺术体操和芭蕾舞。天生体型纤长且兼具力量感的俄罗斯女孩们，似乎是这些运动的天选之人。而我们也用相机记录下了芭蕾舞者们动人的身影，还有这些天来我们心中的莫斯科。Вообще, балет для меня это искусство прежде всего. Это вечное искусство. Вот есть какая-то классика, балеты, которые танцуют всегда. Это вечная классика, это Давида, Микеланджело, ну, вот что-то в таком роде. Считаю, что Россия славилась очень многим, и своими спортсменами, и деятелями культуры, в которые написали такие книги, которые читает весь мир, и которые будут читать наши дети и детей. Я считаю, что Россия вообще богатая страна на таланты и дарования. Я горжусь этим.
莫斯科的短暂休憩即将结束，我们又将踏上新的旅程，而我们也逐渐体验到了长途自驾的甜蜜之处。在浩瀚无垠的大世界地图里面，自驾能允许我们在任何位置、任何时刻驻足停留，去发掘任意角落里的宝藏。此刻，我们距离罗马还有将近7000公里的路程。下一站，我们即将继续驾驶这2辆理想 L9深入欧洲。我们将途经拉脱维亚与波兰，最终抵达童话般的浪漫之城布拉格。这一路的奇遇还在继续，那么我们下期再见。